本节目由派瑞特音乐室注入卓越音效。哪吒的身体虽然消失了，但他的魂魄不会立刻消散，因为他是灵珠子的转世。哪吒看着陈塘关的危机解决了，就随风飘荡，来到了师傅太乙真人的金光洞。什么是魂魄？这是一个好问题哈。魂魄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概念。魂是人的精神和智慧，通常认为它会在夜晚的时候离开人的身体而游荡。魄则是人的身体和力气，白天控制人的行动。简单来说呢，魂魄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个东西，是类似灵魂的存在，它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力和情感。哪吒的身体虽然死了，所以他还能感受到周围的一切。明白了吗？ OK。 太乙真人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仙人，他预知了很多的事情。他告诉哪吒，你可以托梦给你母亲，让她在翠屏山为你建一座庙，让你接受人们3年的供奉，这样你就能重获身体了。供奉是什么呀？供奉呢，是人们在庙里供奉神明时点的香和蜡烛之类的啊。哪吒需要这些供奉的力量来重生。哪吒死后最伤心的就是他的父母，尤其是殷夫人，她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哪吒。从哪吒死去的那天起，殷夫人坐立不安，日夜以泪洗面。李靖也非常难过，自己丧失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一天夜里，殷夫人又梦见了哪吒。梦中，哪吒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抽泣地看着殷夫人，对她说：母亲，孩儿死后不能再陪在您和父亲的身边尽孝了，但是有一个心愿，想请您在离陈塘关40里外的翠屏山为孩儿建一座庙宇。殷夫人会相信吗？梦里哪吒讲的真真切切。殷夫人一觉醒来，才发现是一个梦，便伤心地痛哭了起来。李靖起身安慰，问她为何哭泣。殷夫人便把梦中哪吒的嘱托告诉了她，可是李靖不信，让他不要再想了。第2天、第3天夜里，殷夫人又梦到了哪吒，哪吒还是说了同样的话。直到第7天的夜里，哪吒在殷夫人梦里对母亲说：母亲，如果再不建庙宇，就来不及了，还要无处归附。妈妈，哪吒为什么每晚都要托梦呢？因为哪吒的魂魄需要供奉的力量来重塑身体，只有这样他才能重生。他就是通过托梦的方式来告诉他的母亲的。是这样。OK， 好的。殷夫人一定很伤心吧？是呀。殷夫人醒来后，悄悄叫来一个心腹，让他按照梦里哪吒的要求，在翠屏山上建了一座哪吒庙。庙宇建好后，哪吒不再去给殷夫人托梦了，他默默地为来到庙里祈福的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百姓听说翠屏山上的哪吒庙很灵验，便纷纷来此进香请愿。哪吒庙里的香火越来越旺，庙里总是热闹非凡。庙里有大大小小的供桌，上面摆满了香烛和贡品，每天都有很多的人来这里祈福求愿。哪吒的魂魄在庙里看着这一切，心里也觉得十分的安慰。有一天，李靖从翠屏山经过这里，看到人来人往，很纳闷。他向路人打听，这里为什么这么热闹呀？
那人说，半年前有个神仙在这里建下一座庙宇，千请千灵，万请万应，周边的百姓都来这里许愿了，可灵了，你也快去拜拜吧。李靖会相信吗？李靖听了呀，觉得非常的奇怪，便骑在马上直奔庙前去了。到了以后，他看到庙宇的门上挂着一块大匾，写着哪吒庙3个大字。李靖下马走进庙门，见哪吒像和他生前的一模一样，左边和右边各站着一个判官。李靖顿时生气了，他指着哪吒的雕塑大骂，哪吒，你生前犯下大错，死后还来愚弄百姓。说完，他气冲冲地走出庙门，命令士兵放火烧毁了哪吒庙。恰巧哪吒的魂魄这天不在庙里，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庙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哪吒一打听才知道，竟然是自己的父亲毁了庙。哪吒又气愤又无奈，只好再去求助师傅太乙真人。太乙真人怎么会帮助哪吒呢？太乙真人听哪吒说完事情的经过之后，心想，估计李靖思儿心切，怕哪吒庙会影响李家的声誉，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这哪吒庙是为了复活哪吒才建的。太乙真人不由得也有些头痛了，但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安慰哪吒说，别担心，师傅有办法。随后太乙真人叫来徒儿金霞童子，让他去五莲池中摘了2朵莲花，3片莲叶。太乙真人开始布阵，他将摘下的花瓣铺成人形，把莲叶梗折成300个骨节。他又将3片大大的莲叶按照上中下的位置摆好，从怀中掏出一颗金丹，放在莲叶中间，开始施法了。哇，这听起来好神奇啊！是呀，太乙真人默默地念起了口诀。哪吒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只听师傅大喊一声，哪吒，此时不成人形，更待何时？说着一掌将哪吒的魂魄推入了法阵之中。哪吒会变成人吗？原本飘在空中的哪吒不由自主地飞进了法阵中，一阵耀眼的金光闪过，一个身影跳了出来，好一副气宇轩昂、威风凛凛的模样。太乙真人将哪吒生前携带的几件法宝还给了他，又赐给他一支火尖枪和2只风火轮，借着莲花之身，哪吒重生啦。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我们快来一起看看今天的中文教学环节会有什么样的中文表达会教给大家吗？第一个词是坐立不安，这是一个词组，形容的是因心情紧张或焦虑而坐着站着都不安宁的状态。艾玛，你知道它的英文翻译是什么吗？ Restless。 是的，你说的没错，是 restless。 在故事中，殷夫人因为想念哪吒而坐立不安。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让自己坐立不安的事情呢？例句是，小明今天要考试，整个早上都显得坐立不安。妮娜，能不能请你念一下这个翻译呢？小明 has an exam today and he seems restless all morning. Bravo， 谢谢。Bravo。第二个词组呢是难过。难过是形容心情不好，感到悲伤、痛苦。臭臭妈，英文的翻译是什么呢？ Sad。 是 sad。 在故事中，李靖和殷夫人因为哪吒的死而非常的难过。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们感到难过的呢？这个例句是，
她听到这个坏消息后，心情非常难过。She felt very sad after hearing the bad news. Bravo， 谢谢。第3个词语呢是水汪汪。水汪汪是形容眼睛清澈明亮，常带有感情，含着泪水的样子。妮娜，水汪汪它的翻译是什么呢？ Clear and bright. Clear and bright。在故事中，哪吒梦中出现时，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你们有没有见过水汪汪的大眼睛呢？例句是：小女孩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显得非常的可爱。The little girl has big, clear, bright eyes, making her very cute. 谢谢。最后一个词是愿望。愿望是希望能实现的想法或心愿。妮娜，它的英文翻译是什么呢？ Wish. 是 wish。在故事中，哪吒托梦给母亲，希望能建一座庙宇，这是他的愿望。你们有没有什么愿望呢？比方说，接下来你们想听什么故事呢？请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吧。关于愿望的例句是：我的愿望是能够环游世界，体验不同的文化。My wish is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and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Bravo， 谢谢。我们哪吒诞生的故事就此就讲完了。你们知道李靖一家在中国神话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家人。哪吒的父亲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神。什么？哪吒的爸爸也变成了神？是的呀，你说的没错，妮娜。李靖后来变成了人称托塔李天王的神，在很多的中国神话著作里都有出现过。妈妈，那李靖后来是怎么变成托塔李天王的呀？托塔李天王是有点拗口，是不是？是呀，好问题。我们接下来的3集故事中呢，就会集中的介绍李靖变成托塔李天王的故事，还会介绍哪吒一家人的恩恩怨怨。如果你们好奇我们接下来的故事的话，就请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吧。我们下一集再见，晚安，拜拜。殷夫人一定很伤伤心。殷夫人一定 OK， 重新再问一遍啊。殷夫人一定很伤心吧。